This is how you pay in China. 打算到中国的外国游客大多听说过扫码付款，但由于没有亲自体验过，难免会有些担忧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移动支付。谢谢你，美女。利息收款20元。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位居全球领先，大大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然而，对于习惯刷卡的外国游客来说，可能会感到不熟悉、不方便。移动支付是指使用手机购买服务或商品并完成支付，而不是通过现金、银行卡或支票。我们来探讨一下关于中国移动支付的常见问题吧。第一个问题，在中国，我们是否可以使用现金支付？肯定是可以的。中国的所有商家都必须接受现金，但有时他们或许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您。第二个问题，在中国可以刷卡支付吗？刷卡的可能性较低，很多商家因为设备成本较高，通常没有安装刷卡机。即使有刷卡机，也可能只支持中国的银联卡，而不一定支持 Visa 或 Mastercard。相比之下，扫码支付成本较低，这也是为什么它在中国如此普及。如今，支付宝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付工具，对游客来说也一样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去中国旅游一定得装支付宝吗？我是推荐安装的，即使你可以用自己国家的电子钱包在中国扫码付款，但不能用它来滴滴打车、搭公交或解锁共享单车。支付宝的功能更为全面，能够照顾您在中国旅行的方方面面，让出行更加方便。有了支付宝，在进行小额支付时，不必再担心找零问题。支付宝允许外国人绑定多达30张海外银行卡，但请注意，绑定的银行卡必须是您本人名下的。目前，200元以下的支付无需任何手续费，超过200元的话，会有3%的手续费。此外，绑定的银行卡只能用于商户支付，不能用于转账或充值。支付宝允许我们绑定哪些卡呢？直至2024年9月，支持绑定的卡包括 Visa、Mastercard、JCB、Diners Club 和 Discover。只要是这5种，不管是信用卡或借记卡，都没问题。如果绑定的是信用卡，那是从银行借款消费，之后再归还借款给银行。借记卡的话，是直接从您账户的余额扣除，所以得确保余额是充足的，以免支付失败。我在我的支付宝绑定了2种卡。澳洲银行的信用卡是我的首选，银行偶尔会发一次性密码来确认支付。这是我用微信扫码付款时，澳洲银行发来 OTP 确认的情况。确实是有少许耽误，但安全起见，小小耽误不是问题。银行的兑换率还行，也免国际交易手续费。使用信用卡的好处在于可以赚取积分，若有任何不幸事件发生，还可以跟银行申请纠纷处理，把钱要回来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2手准备，所以借记卡是我的备选。万一流动支付真的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至少我还可以拿着卡去提款机取现金。如之前所说，使用借记卡必须先确保账户里有足够余额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有了支付宝，我还需要安装微信吗？最好是2个都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商贩只使用微信支付。
看看这些例子，根本找不到支付宝的二维码呢。另外，在中国的很多扫码都需要用微信才能打开，可以试试扫一下这一个，没微信开不了吧？微信在中国是很重要的，即便你不用它来付款，在很多其他方面还是会需要到微信。微信支付里的银行卡绑定程序跟支付宝差不多。来看看扫码付款的记录，这是支付宝的，这是微信支付的。商家名字、日期、时间、付款数额、用哪张卡付的款，全都一览无遗。唯一让我比较无言的是商家们创意无限的名字，这常让我得绞尽脑汁去想，到底这是买什么的付款？有一次我搭客运，用微信给司机付款，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才成功。微信虽显示已扣除的款项会在3天内退还，但过了1个月都还没动静。我跟银行开了重复交易的纠纷，很快就拿回这40元了。分享一个我朋友的经历，他在日本工作，所以绑定日本的银行卡到支付宝，可以绑定，但屡次支付都失败。他尝试绑定新加坡的卡，还是一样。后来他突发奇想，切换去中国版的支付宝，没想到这就解决问题了，支付成功了。如果您也面对类似问题，或许可以试试看这么做。这是版本切换的步骤，首先点击我的，然后设置，点击版本切换，再选择标准版。安全起见，最好也为支付宝设置解锁。进入设置后，选择账号与安全，选安全中心，点解锁设置，选择第2个的启动支付宝时，或第3个的自定义，再根据自己的喜好设定。微信里头也建议设置安全锁，我、钱包、消费者保护，然后选安全保障、安全锁、手势密码解锁。说了那么多，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是比支付宝和微信更重要的，是什么呢？猜猜看，是移动互联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要有移动互联网，才能无时无刻在不同的地方使用支付宝和微信呀。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防火墙吧？要是我们购买中国当地的 SIM 卡，或使用飞机场、酒店的无线网，有好些网站和 APP 是被封锁和屏蔽的。比如大家都很熟悉和需要的谷歌，各种社交媒体、通讯 APP、流媒体平台、新闻网站等等。在那么多限制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如何避免受中国强大防火墙的影响呢？如果只是去中国短期旅游几天，最简单的方法是启用自己所在国家的手机服务提供的漫游功能。要是在中国旅游的时间比较长，可以购买另一个漫游 SIM 卡，用其所提供的流量上网，实体 SIM 或 eSIM 都行。这些都不需要翻墙，也不附带中国手机号码。出发前，我在澳洲买了实体漫游 SIM 卡，抵达中国后插入手机，打开漫游，马上就能上网了。我母亲在大马买的，一开始没信号，我即刻联系卖家，问题很快就解决了。切记，这些漫游 SIM 卡只能用来上网，不能打电话或发简讯。除了实体 SIM 卡，另一个选择是 eSIM。不是每个手机都能使用 eSIM， 务必先确认清楚。抵达中国激活 eSIM 后，记得关闭原本主 SIM 卡的漫游移动数据。另外，最好也关闭所有 APP 的自动更新功能，还有照片、影片的自动备份。有的 eSIM 支持热点共享，但可能会限制共享流量。如有这方面的需要，务必先确认清楚。
今天我们说了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不能刷卡。很简单，因为很难找到刷卡机。不能刷卡就用支付宝或微信扫码支付。最重要的是有移动互联网，不然就用不到支付宝和微信了。说到这里，要是您依然觉得不想依赖手机，还是可以在中国使用人民币的。有些当地人也依然使用现金。我母亲携带和使用现金也都一切顺利。她也有尝试使用大马的 Touch and Go 扫码付款，用了几次就不觉得有啥困难了。哎呦 ，advance already now。我的建议是，住宿、火车、机票那些数额比较大的，可以的话，都在出发前用自己的 Visa 或 Mastercard 网上支付。到了中国，要是有包车的话，费用应该是至少1000元以上，可以用现金支付，那就不必多给3%的手续费。至于吃喝玩乐、门票、打车等，金额应该不大，可以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。对了，差点忘了说，扫码付款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消费者扫商家的码，并输入金额。好吃的干。微信收款8元。看一下自己拿。多少？哎，10个了。另一种是商家扫我们的码，商家输入金额。72块1。是支付宝还是？都可以，支付宝、微信都可以。但是这不是微信，里面不可以等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些对您有帮助，并减少了一些您准备去中国旅游的担忧。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留言。祝大家扫码顺利，旅途愉快。